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哈，声音有 OK 都有。好，我先开始直播啊。这礼拜本来老师想更新多一点我们的一些节目啊，但是忘记了哈，不是忘记啊，就是没有想到这次法会办起来啊，这个压力是比较大一点哦，因为最近这次有报名有一些的朋友，他的冤亲债主是比较脾气稍微大了一点，该这么讲该明白。哦，所以说这脾气稍微大了一点哦，那个在念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因为那个我们在跟众生互动的时候啊，那个精神力会跟他很大的一些来来往往之间，不是对抗啊，就是我们会耗比较多的 MP，这样懂吗？耗比较多的能量。说第一步念完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半条命了，我就觉得快昏倒了。那这个没事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这个没事，只是说老师恢复的时间需要久一点，所以说礼拜五、礼拜六啊，我会也没有力气干其他事儿哦，就是把后面的收也收一收哦，这个事情，那所以说不好意思啊，这个礼拜本来想多更新一点的，变得没有办法。那下礼拜呢，我们会更新啊，还是会更新，照常更新。那我尽量更多更新一点了，不然的话，那个生肖运势讲不完。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回向法会啊，那大部分我们还是办完了哈，但是都 OK 了，但是愿意想一想了，你有些人愿意同意啊，有些人愿意想一想。那当然，我们给回向给我们祖先的啊，这个也都是办到的。那因为我们今年是所谓的闰六月，然后闰六月，那所以是说呢，很多事情啊，我们法会会卡在比较后面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的这个中原的法会啊是在阳历8月，那今年变到阳历9月了，所以说呢，那个日期会往后推，往后推啊，它跟我们后面的我们在秋季的五方朝元补运法会啊就会重复到了，不是重复到，就是时间会变比较近。好像是我们刚办完一场，又要办另外一场啊。这个先跟各位说一下，老师也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时间点要看神明，还有就是说中元节啊，它是必须要符合农历的，你知道吧？中元节必须符合农历的，所以说必须到阳历的不农历的7月我们才能办啊，不能早，你要尽量不能早，有些特别状况。前几年好像有一次是在阳历的农历6月时候办，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啊，上面有指示我们特殊，不然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是农历7月啊。那昨天就是我们初7月15，那今天是16。那这个中元节啊，有买过老师的这些那个陈明玉啊，玉佩的啊，你尽量把这个玉佩啊放在身体里面，因为啊，我们现在的中元节啊很多的众生，很多的一些祖先们啊，每一只的众生，每一位的众生啊，哦，他都是我们的祖先啊，都是我们的列祖列宗啊，没有什么其他人啊，说往来的众生啊。都是我们列祖列宗，那所以说呢，我们尽量都要尊重。那最后有买老师这个玉的啊，一样可以戴，但是呢，你就把它放衣服里面啊，你不要外露。你外露的话，有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体弱的啊，一般人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他会觉得会被那种磁铁相斥的感觉，那对他逛街来讲，体验感就不好了，好吗？我们尊重一下别人的长辈嘛，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累世的这些亲戚，也有说不定。所以尽量好，老师这个玉啊就放在身体里面，老师自己是没带因为我有自保之能，所以说我就不带在身上。那农历7月我不会带身上了。那其他时间各位记得哈，尽量是不要把我们的玉放外露啊。那你挂车上的，那就挂在冷气口啊。我们尽量对车内啊，你不要对到外面，我怕是影响其他众生。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它的保护力通常都不会伤到众生的，就是懂我意思嘛，就这么干就好了，好吗？所以说啊，我们接下来在月中的时候啊，我们会开始向各位去布达，就是我们的秋季的五方朝元，我们的一个补运法会。那补运法会这一次，我真觉得各位知道，因为明年赤马红羊年了，我说白了，我不喜欢去贩卖恐惧了，那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个人是认为明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么又逢到了真的是比较不理想的年份所以说能的话了能的话就参加一下，不见得你参加老师的你参加其他的庙也是可以的你不是只能参加我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你有机会的话这个秋季在外面真的秋季离斗法会，那我们是五方朝元的一个那个补运法会，好，那因为我老师有加其他的科仪再进去，那跟外面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你不用多参加你只要参加你想参加的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多参加也行，那你参加一个也行，我只是提醒你因为明年的状况比较特殊，说秋季的我们还是参加一下会比较好。现在很多的庙都开始在招了因为中元节一旦过了，但后面大概最重要就是离斗法会了。然后呢，我们的这次的那些批流年什么的，然后大概到11月我们11月中或11月底才开始
啊，那个先各位讲一下哈。那这次我们会更加的缜密啊，每一年啊，很多人每一年啊，老师的一个 P6年的都会把它密度提升起来，像今年有一些 AI 可以让老师啊可以去排出更好的算法。这个命运啊，你老师当然你说老师亲笔计算是比较好，当然我也希望亲笔算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到那个什么，就 program 的功能啊 ，coding 的功能，那我们就需要是说怎么样让我的错误率降低，让我准确性提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人家说写毛笔写出来最准的没有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它是数学，命理的东西它是数学，它既然是数学，那你就需要会算数学来去做。懂我意思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这个去规避说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怎样怎样的？没有哈，就算是我用电脑排出来，那也是我的算法，哎，跟你外面找不到一样的，那是我的算法。我说他这样算法就是这样算法，好吧？哦，各位去理解哈。我说怎么算，我的参数怎么调，外面是没有的，所以你不可能找到外面跟我算一模一样，你买得到不可能 ，impossible。我不是套版的啊，不一样。这个先跟各位讲，算一定要AI 帮忙算，但是呢，今年会特别引进这件事情的。好，我在想怎么去做。好吗？好，大家晚安哈。哦，这个很多事情。那我们今天课程有更新2则哈。那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布达就是我们的在 Google 里面的乾坤门八字排盘已经更新了哈。那前阵子在8月22号的时候啊，那个老师不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是有用户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告诉老师说，我们排盘排不出盘了。那因为这个排盘呢，老师在有些设计啊是放在我自己的服务器里面。那就是避免说你们手机负担太大，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啊，这样子可以分担起来。因为排八字嘛，你知道它是要去算来算去的。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当时我们因为那个事件啊，大咔嚓事件，所以是说我就不晓得那个档案已经被人家搞穿了，他就把它搞坏了，他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把它搞坏了。说各位不用担心你自己什么资料外泄啊，没有这回事，因为我的程式里面本来就不需要你的隐私。那个我才知道说那个整个逻辑啊，我的逻辑系统啊都被攻破了。那所以说我就只能稍微去想办法把它挽救回来。那么已经在9月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恢复了。因为我早就恢复了啦，就是说 Google 它要审核比较久一点。那我们后来就把它恢复了，说网站版啊跟我们的 APP 版只有谷歌可以用，只有那个安卓系统可以用。那网站版啊都可以去用哦。那如果各位需要的话，那么我也不行，那个也没办法，我想个办法嘛，让我们的那个苹果也可以用，有一个绕过这个方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这我行不行我不知道，我要确认一下，好吧？这个让我确认一下，没有办法绕过去，让大家可以方便去使用，好吗？好，大家不拿就在这边了。那我们首先要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啊，这台湾最大的新闻当然就是我们的柯文哲，我们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啊，也就是民众党党主席，他到底能不能被放出来？那之前老师跟各位去说过，他去年那个不放出来，他放出来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现在已经到他的这个到10月1号吧，就是他的羁押的年限是已经满了哦。但是能不能再延押，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啊，可能看到政治局势方面他可以选择延押，也可以选择把你不延押哦。这其实是人在选的。那柯主席这次不出来啊，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就是他在考量这样子的策略哦。那我们当然了，我们是一个命理频道，我们当然不是只讲政治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先把我脸遮起来，各位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你看也不是我的脸。哦，等一下那个怎么弄？我把它调一下哈。那柯文哲市长他的一个八字盘哦，那在这八字盘上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今年我们的柯文哲市长他是属于岁破哦，岁破属猪的嘛，今年是岁破。那岁破状况之下，你从去年就开始受到影响了，所以是说啊，他今年其实基本上他的又是天克地冲啊，因为我这边没办法画荧光笔哦，这个我没有办法用 PPT 哈，不然的话我可以比出来给各位看。我不是小气或者不去跟各位讲怎么算的，那是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用那个笔去做啊，所以是说呢，各位就听我讲。所以在柯文哲这个官格位啊，也就是他的己亥这一柱啊，是他的一个年柱。年柱的部分我们通常看的是官格位。那官格位基本上它今年是天克地冲，也就是呢乙木克到了己土，然后呢它的亥啊又被冲克。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说政治前途很晦暗的啊，是非常晦暗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说他这次出来之后还可以重操旧业，就进到政治里面了？重操旧业不是当医生了哦，他的年纪也大了，我们就让他好好休息。那你看完政治，那精密度跟压力度也没那么高嘛？不对啊，这个政治压力度也蛮高的。然后这个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它的一个运已经慢慢开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到了秋天了哦，你到了秋天之后啊，到了申月，
那声乐的开始状况之下，那你就强化你自己本命的这个根生的力量。所以是说啊，它对于抵抗太岁的压力啊，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虽然是抵抗啊，其实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事啊。为什么？因为你过了这个月，它有没有可能再被抓回去再压一次呢？哎，还是会有的。各位你要去理解啊，它其实是可以再压一次的哈。它不是今天交保出来之后，然后它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没有哈。它交保出来之后还是可以被压回去的。上次不就这样吗？哎，他只要觉得你有罪，你还是可以压回去的。至于什么原因，他有没有罪，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就是一个算命的，我就按照算命的模式去看。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说他这次出来之后啊，他的所有的官格位就恢复了，然后他就可以大展宏图，因为什么在别墅里唱 K， 对不对啊？不行啊！目前为止我看到他们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就完完全全的是说他度过这个劫难。所以说我觉得是说他这一次出来啊，那保不齐的过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压回去，因为你第一个判刑，或者是说他觉得有什么串证啊，或者他觉得你在政治发言啊等等之类的，他还是被抓回去。所以说把他放出来的最大的原因就只有是说他能不能去搞混了，就是说明年啊这个台北的所有的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啊，他能不能搅乱这一池春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2026年嘛，好像2026年嘛。所以他们搞乱一池春水，让那个民众党跟国民党产生了裂痕。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悖论在哪里呢？这个悖论就在于是说啊，你今天如果是说它会去影响了整个布局的话，那么前提就是什么呢？那你前提就是说他必须能够出席政治场合。但是他既然交保，那他就不大可能出现在这个荧幕前面，然后侃侃而谈说这个他自己的政治规划，因为你检方就可能会去说他是说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事情啊？所以说你在公开层面上面你去做这个串证，或是湮灭证据，或是你在暗示别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话在人讲的，这个我觉得啦，这个每个人对事情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出来之后，他能够去布局这些是比较难的啊。但是他一出来之后啊，那么就要去想那个黄国昌他会不会把这个他会不会把这个担子丢过去给柯文哲前主席哈？因为他进去了，说黄国昌现在接任嘛。那他会把它丢回去，丢回去之后，那你有问题了。丢回去之后，检方也可以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或怎么样的，反正这个东西啊，必然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侦办的方向啊。我不能说这个检调公不公平，那不是我能管的。我就是一个算命的，就做好算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运是没有过的，他是很难抵抗过说他的政治运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样子的压力。即使我相信现在的很多百姓啊，也是出自于对他的一个肯定啊，还有对他一个政治上的同情啊，所以给民众加了很多的分。那但是实际上来讲，他个人的运其实是不大行，他必须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说他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门生故吏啊，来去维持他现在的运转。所以说啊，我觉得在今年跟明年是什么呢？明年是这个所谓的丙午年嘛。那丙午年对他来讲呢，他是有贵人来去帮助，是没错。我们柯文哲主席他是有贵人去帮助他，可以是说可以把这个官司啊的压力啊可以减轻一点。但是你有帮助，但是你并没有往前进的能力，并没有往前进的能力，就只能靠别人，然后他身边的一些同学啊，或者是说像黄国昌啊。黄国昌现在算不算他的部属？不算哈，各位要去理解。黄国昌对他来讲不算部属了，之前是部属，但是现在黄国昌已经走上了这个主席的这个身份，所以说黄国昌即使他交接出去了主席的位置，那么他也是一个前主席，那跟柯文哲是平起平坐的。所以说黄国昌能不能扛得下，是说柯文哲的政治遗产，他愿不愿意扛下柯文哲政治遗产，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有些人呐、就是有些朋友啦，不是说有些人这样讲不尊重，有些朋友跟老师透一个风，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今天如果柯文哲出来，然后把黄国昌关进去，那这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我又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们跟他没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目前来看，黄国昌这个本身能扛大位的力量，他是有限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办法去扛主位的一个人。我们跟各位讲过嘛，他就是一个气死的诸葛亮或周瑜这样子的一个 level， 他没有办法去当这个大位，当大位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御下。那么他如果没有办法把柯文哲救好或者安抚好，那下面也会作乱；他离开了，下面也会作乱。所以说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变成是说，你柯文哲跟黄国昌之间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革命情感的默契，不然的话，他们就很容易被时代的洪流啊所去冲垮了哦。不要看现在民众党好像声势正旺，好像可以取代民进党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想多了啦。我觉得想多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跨到台中以南，其实基本上民众党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你要选什么市议员啊，或者是你要选一些乡长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即使在台中以北，你看到是说他们有去反那个大罢免，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声势可以起来，那其实并没有哈，他的能量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不然的话，为什么只有一个新竹市长的位置可以留下来呢？明年要选，那你是不是可以在选的民众党的人？我觉得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柯文哲能放出来吗？哦，放出来，那么对于整个民众党来讲啊，其实有加分，但是加一阵子，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整个运作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转，因为黄国昌本身我没看他盘啊，那个下次我们看他盘嘛，好不好？那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看看黄国昌的盘，因为我今天突然想到我好像没有拿他的盘来看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柯主席啊，他出来其实基本上政治的能量大概也耗尽了。那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后有关系，也就是老师个人认为啊，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祚啊，大概也走到了尽头。那这跟我们9·3军人节是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去谈。所以说啊，这柯文哲主席他放出来，其实在下个月也有可能被抓回去啊。我对他的一个官司并不这么乐观，但是呢，他的优势已经渐渐展现了，因为过了今年的一个岁破之年之后啊，那明年开始啊，到这个赤马年开始啊，他其实能量会慢慢的回笼，会慢慢的回笼。回笼到什么时候呢？他大概到了这个明年的端午之后啊，那柯文哲的主席他的整个的气势啊就收复回来，那该有的问题跟不该有的问题啊，他都可以去应付了。那这个就是时运嘛。我说真的啦，各位，老师是一个算命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实在一件事情，是你的时候啊，你去做，那你做什么都会成；不是你的时间啊，哪怕你拼命三郎啊，然后你也很难做成。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因为我他妈的我自己试过了，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不信师傅的话，他说我这个东西你不，我跟你讲，我跟各位讲过一件事，就是你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强。你以为这是我说的？没有，这是我师傅说的。我师傅那时候告诉我师兄说啊，他转达给我说，你去跟那个小陈说，这几年你不做什么比做什么还要强，我他妈就不信，你知道吗？我他妈就反骨，你以为我这个拜师的过程之中，我就是看到谁都去学？没有，我专门想去踢馆的，我就是我交了钱，我可以交钱啊，但我也可以不吃饭，然后去省下钱，我去拜师。我拜师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要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不合理，我就吐你，对不对？我不是没有吐过的老师啊，是有吐过的哦，还有一些师兄师伯被我吐过了，反正我也没交钱给他嘛，那你就算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了去反抗，结果呢，我就不信邪，我的头就硬硬的，你知道吗？对，看我的头硬硬的，我就觉得头铁，是不是？我没有再跟你相信了，我把你信到了啊，我就去干到最后头破血流。然后到最后呢，时间到了，然后我就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副业，谁知道他就发财了，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发财。当我一个月赚不到个10000块的时候，然后时间到之后，我一天赚10000块，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么神奇，就这么神奇。对不对？有时候就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很多人来问老师，其实P6年之后就说，我希望我能成功，对，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不能成功，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路线？那你就让我成功啊！我找你算命就是为了让你成功，不是，我是算命的，我不是神，好不好？说你成功就会成功，我说你不成功，我就认为你不会成功。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建议你什么不做比做什么有用。但是你看到别人都成功，那是别人，不是你啊，都是用你的计划，对，都是用你的计划，但是不是你啊？可口可乐现在不会因为他发明了可口可乐，然后现在发财到现在啊，没有啊。你吃的麦当劳到现在，麦当劳的创办人他最后也没有发财啊。那这是他的人，他的 partner 去把他的招牌买下来之后，他发财了。那不是麦当劳的发明人去发财，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不是说看别人你做你的方法他成功，然后你去做你就会成功，没有的啊。就是时机不是你的，你去做也没用。但是时机是你的，知道已经快到了，明年是你的时机了，那么你现在就应该做准备。你就是像选举一样嘛，就是说你前面没有去布这个桩，你后面怎么会有人会听你的了，对不对？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命运的巧妙。说柯文哲市长啊，说柯文哲主席啊，他就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说呢，这2、3年他如果都起不来，那么之后我们国祚如果有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啊，毕竟他以前是墨绿的嘛，加上他的政治理念啊，你跟另外一个制度就是不合，所以他当然就不如归去啊，就是不如归去。所以这个状况就是我能够看到，跟各位去讲，说柯文哲主席能不能出来，就是因为声乐
哦，现在这个声乐力量强化了，它可以出来，但是我没有保证它下个月会不会回去。下个月10亿也不错了，但是呢还没有走完嘛，我们不能这么去讲。所以说太岁力量虽然弱了，但是呢不保证是说它不会再回去，好吗？这再回去的概率是多少呢？它出来之后再回去的概率是35%到40%之间。哦，就是说这个比例算很高的，好，这比例算很高的，好吗？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第四个推背图测试项最后一项跟老师很接近啊，那个你试看看嘛，都可以玩。我觉得 AI 有 AI 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其实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我知道很多的粉丝他已经拿我的视频去给 AI 去分析啊，还是有的。各位，其实你到 ChatGPT，你到 DeepSeek，你到任何一个 AI，甚至是豆包，我告诉你，只要说 YouTube 上面群科门武术陈老师他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找得到。好，都代表什么呢？不是代表我很厉害，是代表很多人去问的。很多人去问我了，好不好？我自己后来试过啊，我他妈在人工智能里面啊，与有荣焉了，你知道吗？大家好哈，柯文哲家自己不出来2个月后五保税，五保税那是不可能的，五保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我是本科法律系的，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不可能五保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好吗？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不符合法律的流程。北姐什么时候报应，那就交给老天吧，那也不是我的事情。改朝换代，北姐会不会气烧会解散，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吧？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是可以找黄国老师连线，他不会理我的啦，我就是一个小神棍人家是大主席，对不对？这个而且 YouTube 不能连线，能的话我就找各位来连线，好吧？我这还没有找到 YouTube 可以连线的方法。如果找到 YouTube 可以连线的方法，各位可以在留言的时候告诉老师啊，不要在这个聊天室看不到，等下就结束了。你可以在这个今天结束之后留言告诉老师怎么样做 YouTube 连线。如果可以连线呢，我就常常开直播，大家再来连线跟我讨论事情就好了，好不好？那多好玩的事情啊，对不对？以前我开直播的时候，有人就警告过我说直播不容易啊，很容易被踢。我不怕，因为不是深圳不怕影之外啊，就是本人啊，小弟我还有点本事的。背景不错哈，谢谢哈。来好，DC 比较详尽哈。我这7000万交保是压人期限，再过2-3个月没有找优证据就不能再关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不是这样子，那个不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各位真的是在这个行政法里面或者你这个诉讼法里面有去理解的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觉得他只要找到证据他是可以再关的，只是现在的法官他认为是说你该问的问完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检方他是可以上诉的，上诉的话就是到他的上级法院过去，然后这个他上级法院如果认为下级法院你做这个不行的话，那还是可以撤销这个交保的啊，不然他这次怎么再进去嘛？他之前也出来过，为什么再进去的？对呀、还是会进去的，好吗？这种连线同时开 YouTube 啊，这个我听过，就是两边一起干嘛，这个我好像听过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对大家不方便了，能够好像 YouTube 是不行了，好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边柯文哲命盘，我是觉得是说他出来可以，但是他再进去的概率是有的至少3成，他还会再进去他要什么时候比较安全呢？他如果能够撑过我们撑过在那个2026年的这个节气至少到雨水，那就没事了。你只要看到节气到雨水，它还没有回去，它大概率就是过了，就算被压回去，很快就会出来了。你要知道撑到节气雨水，那个时候其实那个丙午年的力量稳固了，那加上他的一个太岁其实对柯文哲主席他是有贵人运的。你要到了雨水立春是可以，但是最好到雨水到雨水之后他就铁了他的一个最糟的状况就过去了，好吗？之前我们有说过嘛，那个柯文哲主席在跟还有我们赖清德总统，今年是他们的人生至暗时刻。有没有很至暗？有没有很至暗？你有没有当总统？你都不重要说你人生至暗，你他妈你也亮不了了。开玩笑的啦。那个命理就这么有趣它是一个验证题它是一个验证题，就是你必须去推理出来就跟 AI 的模式是一样的，你就是推理出来它的一个参数之后，你从这个地方计算出可控性的未来什么叫可控性的未来？可控性未来就是一个客观性的未来。所以说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我们就找出可控性的原因，还有它的变数在哪个地方。所以说跟老师咨询，我都问的是说你现在怎么打算？我要找出来你的变数，你从你的变数可以决定你未来的生活。所以说之前有老师到大陆去有那个某某的党的某某协会的那个重要的干部跟我论证过。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有人跟我论证过，吃饭的时候有跟我论证过。他说他就是应该怎么样呢？你命盘拿出来，他可以预测你过去对的事情。
对不对？那你对，那这才叫做你的本事。我说那个过去是可以，在过去时代是可以，现在是不行的。为什么？过去你这个一看你会认知跟不认知，你的人生是固定的，所以你的高低起伏那个是一个大归类啊，它的选项就这一些，你不是士农工商没有了，对不对？士农工商你是当官的，那你直接讲的你也不会错啊，对不对？老百姓就老百姓，你顶多是有钱一点的老百姓，跟你他妈就是老百姓，那你就是耕田的，你有什么差哪里去吗？对不对？那说你士农工商那是很容易去验证的事情，但现在不一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太多，数量之庞大，而且是什么呢？你的出生的地方也不一样，坐标也不一样，你所享受到周边的环境的能量也不一样，所以说你不可能是说今天马云出生的时候，每一个跟他同年同月同时出生的，至少我不要说多了500个有吧？对，那时候中国人口大爆炸的时代，500个总有吧？全中国找不到那个晚上出生500个人的吗？一定有啊，那怎么就一个马云？对不对？原因就是说它的环境不一样，它的变数跟参数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命理学啊，或是风水学啊，我们从它的现在的一个体征里面找出它的一个数学逻辑的变数在哪里，由变数来去客观的去看它的一个本身条件跟对外关系，而且是一个很缜密的数学。有的时候是迷信，那是因为你看不懂，就是迷信。我也觉得微积分是迷信啊，我又不会算，我也觉得微积分是迷信啊，对不对？我也不懂。是不是？所以说我的不是迷信，那微积分才是迷信，好吗？好，所以我们下一个我们就看到93军人节哈，93军人节，93军人节这个东西是蛮有意思的哦。那93军人节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在93这是他们的所谓的抗战胜利的纪念。那这个纪念啊，其实我们一直跟各位讲是说，中共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对台湾的变化，那就要看它的军人节、大阅兵啊。这个我们在8月初就跟各位讲，大阅兵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那这个大阅兵啊，那当然它里面谈话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这个就很实在的事情，就是他要的就是统一了。所以说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中共他已经不明讲了啊，我们不怕他明讲，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在看到中国他们对政府领导人啊，他们在看世界局势、讲世界局势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他的变化哦。就是说呢，他如果讲的是坚持和平统一啊，或者怎么样的比较委婉的字眼，但是表达他的意思的时候，代表这件事情啊，他正在琢磨。我不着急，我慢慢来，对不对？哦，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事情啊，还要和平统一嘛，那我们就瞧瞧看啊，有什么东西可以达到最大公因数。这个不是老师讲的，这个之前的那个名作家李敖，前立法委员李敖，他就已经讲过这个类似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他就讲过这个话。所以说，我们就是只要看中共他们的一个政治圈的一个生态，就可以明白，他说要往两岸的和平统一啊，代表说我不着急。对不对？我不着急啊，我慢慢来，是不是？但到现在他讲的是什么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跟统一和领土完整。那为什么加统一？各位，为什么加统一呢？那喜欢吃肉燥面吗？还是喜欢吃鲜虾面吗？不是嘛，对不对？他当然要的就是说他自己的整个他们认为的领土的完整。这个各位可能觉得是说啊，中国其实没有这么想统一台湾啊，其实各位这个想法是错了。我们之前呢，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啊。他们这个中心思想啊，其实是跟他们的政治人物过去的政治人物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好像周恩来吧，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重要人物，他好像在往生的时候啊，他在先停官到台湾厅，后来才去把他给处理掉，对不对？不要处理啊，就是把它处理他的后事。所以他们这个台湾这个心啊，这块地啊，是他们的一个心结，因为没有真的把它收回来，心情就是不爽，你懂我意思吗？好就不爽，没有不要紧，但是有是最好的，这样的想法一直会在他们的政治圈里面啊，不断的去交替这件事情。而中共啊，其实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是哪一个人当成一点都不重要。那我们要去理解中共的一个生态，谁对他们来讲当领导人只有最大的利益在哪里？就是这个人对他们整体利益是有帮助的，那我就让你当领导人。你当领导人不代表你可以权倾天下，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些大地社的朋友一天到晚说那边独裁，就完全不懂他国的政治生态，你懂我意思吗？哦。它就是一个找到一个最大的，它可以维持大家利益的地方。大家利益就包含了，就是说你百姓啊，或是任何的一切，对于国家来讲，对他们党跟国家来讲是最大利益的。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他可以统合了这些所有的资源的。那么让你当个领导人，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中南海的这些会议，所以说中南海后面还有皇亲国戚。这些人啊，就是宗族的力量，就像大清过去啊，为什么乾隆皇帝啊，你也不敢说太放肆，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的一个宗族的力量啊，你这些外面的这些贵族啊、外戚的力量啊，或是你这些八旗的力量啊，对你还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任何的朝代里面啊，就即使是雍正皇帝啊，他也不敢彻底的得罪了满族贵族。
为什么？因为总有人帮你干事。所以中共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巨大的团体，这巨大团体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中心思想，你可以在这边偷鸡摸狗，那个一定是会有的，无官不贪，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是绝对清明的。我连新加坡我都不相信，他的所有官员都是清白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只要是有政治，必然有贪污，这是必然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不用去想谁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没有，只要是官，必然有贪，不然的话，我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吗？不对嘛，当然为了升官发财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是一个巨大的 AI 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啊？就像是 ChatGPT 或者 DeepSeek 这样的状况之下，它要的就是它最终的结果。过程之间，他们可以内斗，会有很多的状态，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所以说他就必须要产出他最后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必须有上下文考虑，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延续性，它必须依照这个纲领，然后不断的往下去走。这个各位啊，像老师最近跟金老师在讨论这个 AI 的课程啊，我们也去实操了很多东西啊，所以像 AI 在问答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上下文？上下文这个引导是什么呢？你上文跟下文之间啊，它有可能会有错误，但是它尽量去统一这个状况。那像中国他们领导方法就是尽量让上下文它是无限制的，就是它唯一的一个核心思想，它必须贯彻到底。那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商量，方向、路线，甚至连共产主义都可以变成中国式的现代社会主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而我们这边其他的政治的制度，目前为止不是它的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有政治的意思，但是现在全世界所有政治实体，没有一个政治的实体可以比得过中国共产党他们现在的统治模式。不然的话，他们有什么强嘛？那强是一个结果，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原因啊，它的原因跟它的一个逻辑的进行的地方是在哪里啊？当然，你可能不喜欢中共，我不是说要你喜欢中共。不需要喜欢它，我们是在分析跟了解它。我就是一个算命的，所以说我用算命的角度跟各位去讲，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形成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它这个93军人节它展出来的所有这一切的军备设施，都是所谓它的算是什么，有点接近二流的设施。你以为他给你看的东西都是他最强大的吗？不可能哦。中国的一个军事思想几千年下来啊，我们自己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要去明白这个历史的力量。通常都会长着哦，就是说呢，我这长风了，长风也要长着都有哦，这不好长起来，好人你会长起来。所以是说啊，你这个长风它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就是说我最强的我不会让你看到，我给你看到的是我要让你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这次有个电磁炮，激光炮，对不对？电磁炮还没拿出来哦，他们有激光炮啊，就是在这个舰艇上面呢，直接用雷射打掉你的无人机，或打掉你一些进攻的一些攻击，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去打的。所以说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说为什么那个东西啊？我跟我小孩讲，跟金老师讲说，这个东西啊吓坏人了。为什么吓坏人？那是因为你任何你要反制的东西啊，你都必须要瞄准再起飞。但是雷射光就是激光不一样，它瞄准就出去了，它瞄准就出去了，对不对？你玩过那个红色几箭那个光能塔有没有？那光能塔这个是直接咚过去就出去了。那他们中国现在在舰载机上面用到这个雷射武器，就是这样的用途。但为什么在雷射武器在船舰上面，而不是在他们陆地上呢？陆地上有个其他东西可以用的，海上是因为你会上上下下，所以你瞄准不易，但是你光出去打到就是打到了，瞄准就打到了，因为光速你怎么防不了的东西啊。那这个拿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在海上作战，我的船出去，你就不要想打沉我。你说你海面下另外一回事，在海面上我的船出去，你就不要想用什么导弹，用什么一些火箭弹，甚至用一些无人机想办法可以把我的航空母舰打掉，不可能的哦，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它有激光武器，对不对？它只要有电，它就一直不断把你打下来，它又不是一个船上只装一针，就只装一个，是不是？除非你是万弹齐发，你万弹齐发就为了打一个舰载，那他们自己旁边还有作战的编队呢，对不对？你不是只有一艘船在那个船上啊？所以说这个状况其实对那个整个海面上的威慑是很强的，你打不成他，他就打成你，就这么简单嘛。去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不对？你打不成我，那么死的就是你了。那你有激光炮吗？你没有。但是呢，我有，我不但可以打天上的，我身上的舰载机上面还有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式的航母，它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在上面，它可以从航空母舰那边出来，或者护卫舰那边出来，就变成小型无人机航母，快艇收过去，上来20几只的无人机，那你怎么跟他打？打很难打，所以就变成是说近海之内。我们近海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所谓中国这个亚洲这个海域上面啊，在这个那个亚洲什么太平洋这边啊，就变成是他的一个后花园，他打谁都行，而且别人打不了他。
海下他们现在也在做那个核潜艇，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打出来就告诉你是说，海面上你不要想来干涉，因为你靠近我的，我就把你打下来。光激光炮就可以讲这件事情了。那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当然知道，它东风61啊，跳过了51到61。那61是什么呢？就很简单，我全球我都可以打，东风快递送到全球，你看看全球它都可以覆盖。那这个明白这个意思之后，我们就不难去理解是说为什么特朗普啊，他就要把他们的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原因就是在于是说它可以复制全球，覆盖全球了，等于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整体的远程打击能力是不亚于美国的。等于说，在这个毁灭能力、相互毁灭能力上面呢，不是只有核弹而已，而是我打的时候你也没办法防御哦。你知道防御那是一回事，你不知道怎么防御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导弹这个东西是有30马赫的，30马赫啊，比 Colo 还厉害啊。那个什么，那个我女儿看那个暗杀教室啊，里面就有个沙老师 Colo。我说的 Colo 不是只有那个5马赫吗？他特别翻漫画看啊，他是25马赫，对不对？东风是30马赫。但是，一般的防空导弹或者一些防御机制啊，它最多只能拦5马赫的。那你只能拦5马赫，它30马赫你怎么打？但30马赫是极速啊，不是说它一直都是30马赫，它可能过程中就有10马赫，10马赫你也拦不住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这支阅兵啊，去参与的国家啊都是喜笑颜开。为什么？因为他不敢露出胆怯的样子。就很简单，我只要跟中国维持好关系，那么我们就安稳了，我就不用担心是说，这个人他哪一天会对我不利，因为我现在跟你建立好关系，以后我们事情可以谈嘛，对不对？伸手不打笑脸人，是不是？都大家在这个无论是印度啊，或者是金小胖啊，无论是普丁，尽量的都跟中国维持好良好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这次所秀出来的肌肉，真是非常之强大。你基本上很多的一个，除了英国吧，英国是认为英国还是哪个国家？欧洲应该是英国还是法国？他们认为中国跟他们越来越接近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保持这样的信心就可以了。那就问题就在于是说，正常的不是玩政治人都可以知道，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光它已经展现出来，已经堪称是2流的一个军力啊，就可以独步天下。那这个没有问题的，独步天下，它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就是说它的一个粮草供应啊，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个持续航力有没有办法够久，那这个是一个争议在啊。只是美国现在可以，是因为它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它的基地，所以说美国要有基地原因最主要是运补，那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只能维持在亚洲的优势，它没办法到世界各地，而实际上中国也没有，现在目前为止啊，就包含未来，我从推背图里面上去看了，中国也没有恢复盛唐时期的状况。盛唐到什么地方呢？盛唐我看那个过去的地图啊，比方说中亚，什么吉尔吉斯那边都是中国领土，连越南、泰国都是中国领土，都是唐朝的领土，好像到哪里，好像接近土耳其，是不是？那懂得这些，大家下面跟我讲一下。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中国本身就没有要做这个远程到世界各地去引发战争的一个打算了，因为那个劳民伤财也没什么意义啊。毕竟我们有老祖先留下来的一句话嘛：“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生这个死神之地，不可不慎。”所以说，没有事情你就不要去打仗，打仗你一定会出事，打仗一定会出事。越打你不会越强大。比如说过去的楚国，你越打越强大嘛？没有，越打你不是完蛋。魏国越打你越强大嘛？没有，你就算那铁浮屠也是一样。打了你就没命，打了你就资源就不够，对不对？连秦国铁骑打一打，那也是耗了秦始皇他统一天下之后才慢慢恢复的名利，而且真正恢复名利是回到汉朝，是不是？因为他有楚汉相争嘛，所以到后面到汉朝才开始恢复名利，到了汉景帝文景之治之后才开始恢复名利。所以说打仗这件事情啊，其实老祖宗跟我们讲过了啊，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好事。疆土扩张太大，有时候你根本管不过来。那维持现在的状况当然是最好的。目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包含我们所算命的嘛，我就是说推背图随便所看到的，基本上中国是没有外扩的一个打算。那么它的力量永远维持在中国的境内的时候，那它就可以把它的所有的东西啊，在一点上面去击破，但没有人可以去攻击它。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推背图啊，是中国只会被自己毁灭啊，就是天灾天灾就是那个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了，那按照过去，按照我所能够知道的，那就是北京啊，或者是什么广东啊、福建啊、上海啊，什么苏州啊，都在水里了。这个一瞬间可能可以，长期我不知道会不会啦。那总之言之，这是未来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我们都看不到了，好吧？那个可能是60、70年后的事情吧。这个我们暂时是看不到了。但是未来会被自己毁灭是 AI 哈，这个过去跟还是一样臭屁一下。
过去我就说 AI 会统治，会让中国变得非常的强大，而中国就未来会被 AI 统治。其实这个现在正在验证中，好吧？我基本上我认为我不会错，我对我自己的解析出来的，我是蛮有信心的，我蛮有信心的。所以在9·3纪念节啊，这包含了俄罗斯，普丁就说很精彩。尼泊尔总理啊，因为尼泊尔也不是什么大国了，他也说是非凡的盛会。塞尔维亚武契奇啊，就是跟中国本来就是换铁兄弟啊，那当然就是可以一起，因为毕竟他们有科索沃战争的问题，然后再合在一起。那现在马来西亚总理啊安华啊，他也是尽量的跟中国去站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太强大了，而且你又在亚洲，那不跟你站在一起，我跟谁站在一起呢？所以现在这场的所有的一个阅兵啊，最主要是让他的盟友可以知道，你这个时代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这个时代你要在哪一边嘛？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是不堪一击的，那么你来看看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不堪一击的？你看我们军队是不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不是很重要？阅兵啊，好，他不会是完完全全都是作战士兵，有些都是仪队啊，就是专门去训练给别人看的。但是仪队能够做这样哦，那我们的军队大概也能做这样。因为为什么说这样子呢？因为老师过去啊，我也参加过阅兵了，我也参加过阅兵了，某一次的国庆我也参加过阅兵了。但是呢，实际上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你过去台湾啊，我们中华民国啊，以前的就包含了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阅兵也是如此的盛大，我们军容也是如此之壮盛啊。相信各位都比较年长的朋友啊，40岁以上的都应该可以同意老师说的话啊。过去8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啊，我们的军容还是如此之壮盛，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啊，就不行了。真不行啊！你不要说我对现在年轻人有什么意见啊，那真不行。你别跟我讲什么是现代化科技，说我们不需要这样阅兵，也不需要去虐待这个士兵啊，那两回事啦。我跟你讲真的啦，战争啊，科技是一个决胜负很重要的关键啦。但是你没有军队的士气跟你的整体的表现，那是不行的。你又不是说你今天那个就拆包拆完，然后你就可以重新来过，没有上去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对不对？国际战争法你也得去实质的占领，你也需要士兵啊。按说你士兵的整体的气势跟你的一些行军布阵的安排呀，还有你的打法呢很重要。所以在这中国阅兵啊，他不是只有看他们上次70周年的状况啊，他们去70周年的时候啊，他们只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他们没有钢铁般的设备。但是现在他们是有钢铁般的意志，他们自己不但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啊，那他们的钢铁都快要有意志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 AI 已经投入到他们的军备里面了，就是他们的钢铁已经有意志了，不是人有钢铁意志，而是钢铁已经有人的意志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这次的9·3大阅兵，它是让中国本身的民族自豪感，还有就是士气跟民心凝聚在一块。那么这样状况之下，还要面对到未来的所有的关税战或者贸易战，甚至是收台战争，都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强大，他们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这次阅兵之后，如果哪一天假设是明天中共收台湾了，他们会觉得理所应当，因为我们这么强大，我们当然是胜利的那一方，天子出兵本来就是应该获胜的，对不对？乾隆爷爷也是这么觉得，他出兵就是要获胜，所以说他一定要去把它拿下来。拿下来，国民众会不会觉得战争不好？不会，因为我们正在打完鸡血，我们军容是如此的壮盛，我们的士气就如此的高昂，我们设备就如此的先进，而且我们被美国打压，我们本来就应该怎么拿回我们所有的一切。对不对？拿着大刀砍鬼子，是不是？嘿，这个事情就是要出来了，这时候就要出来。所以说，9·3大阅兵啊，已经把他们的整个民心士气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要点。第一个是对内的内乱要终止，我们现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在内乱两个政治体制的内乱，这个是国际法跟是符合现状的哈。我们不是敌国，我们是在内乱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上面，我们进行的内乱。这个是我讲这个话，不是说你要说我小粉红我也认了，但是这个是按照我们的法理依据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进行内战过去的国共内战，现在也是内战也是内战。这个我相信各位有点历史渊源的跟一些逻辑基础都可以去理解我们现在跟对岸是进行的是内战，他说内战他可以有机会去消弭掉外面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意见的，他也可以去说你真的要跟我作对吗？你要不要回放看一下我们的阅兵？你看清楚一点，好吧？你看清楚再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东西也会去形容到，就是说美中之间因为美国现在的贸易战其实基本上它是已经头洗下去，它是不能够收回来的，除非是说川普就面临到其他的战争，他不得不去解除这些事情，不然的话他现在收回来，对他的选民是不能交代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知道了。所以现在中国整个军备的力量是强大到你已经看了你就会怕，所以是说。美国的那些评论就是说，中国有最好的武器，那它是因为它不把钱花在战争上面
这个也是有道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事情，对不对？你不去打仗，你就会有钱；你有钱，你不要去打仗，打仗你就会花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好吧？好，说9战阅兵来讲，其实也是强化了什么那个普丁跟我们金小胖的一个信心。还有就是说那个菲律宾或其他国家就算想跟中国叫板，他要去想一想，真的叫得赢吗？那莫迪这次也有来，就很简单，你这上合组织他有来了，不是说他阅兵有来，上合组织也有来，他一定也知道阅兵这件事情，也看过阅兵的内容，他也去掂量掂量。你这次现在你美国不跟你好了，中国他的军事都这么强大，你要花几个阿三哥你才能跟中国换一个中国兵呢？这个你要怎么去换呢？伤敌自古以来伤敌1000自损800，那印度可能反过来，伤敌1000自损8000的状况都会有，因为中国本身的它真的动到热兵器的时候印度现在是没有能力去反抗的。你不要靠它的阵风吧，飞上来跟风一起跑了，不，那是法国阵风吧，还是什么？反正它的飞机飞起来大概跟风一起跑了，那个是没办法打的，你连巴铁都打不过，你还想说谁呢？好吗？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去理解它的进步是很大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谈到其他部分，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感谢书记，感谢书记，谢谢感谢感谢大家赞助有赞的帮我点个赞嘛，点个赞，好不好？点个赞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点个赞给老师支持一下。老师要讲个崇祯皇帝的故事呢，明末绝望到什么地步？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讲我会开一个单独的节目我跟特别讲我们崇祯万历崇祯那个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明朝的历史比清朝的更加的迷人，那是因为清朝它是最后一个王朝，所以说它会让明朝的故事不让百姓去理解，怕汉人会去倾慕这个明朝。事实上，明朝的故事简直是浪漫非凡怎么浪漫非凡呢？它就是一个人文之间斗的是一个非常璀璨的一个状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朝代。那是清朝故意把它压低了因为它是前朝嘛，不然的话，真的明朝真的是会让所有的一个中国人会觉得这个王朝真是他妈有意思的就像那五代十国，那他妈有够卑劣的，那就不要去看，好吗？9战阅兵的态度可能绝对没有办法的这绝对是没有办法的，好吗？有料，这个说有料，大展宏图嘛，好吗？大陆真的很强了，好吗？和平虚岛，不然这些语言呢？还没打这个中国现在的确是没有人可以跟他去对抗了，目前真的是没有了，好吧？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讲部分呢，我还是从中国就延伸出来中国现在的重要事情是在哪里呢？各位，今天我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着急推课，不是就我缺钱，我缺钱是本来一直都缺的了我说办个课大家支持一下。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中国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对时代性我们都在见证一个历史的一个进步，我们是一个旧时代跟一个新时代的见证者。各位，你不要怀疑老师讲这句话，我们是人类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见证者，就如同当时蒸汽机问世之前，英国的百姓怎么去见证到你从一个手工业要进入到一个工业化的时代，而现在中国它就是让我们去见识到，我们就人类从旧工业时代要进到新的工业时代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他们在2025年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召开它里面的工业大模型，它承载的是什么？工艺的优化，它可以再用 AI 导入他们的一个机械设备的程序里面之后它可以自动诊断你故障一些关键任务，而且它还可以做物理性的维修。那过去像我们车子坏了，我们是可以拿去行车电脑插进去就知道哪里坏了嘛，对不对？那个是这是一个软体上的一个维修，但是现在大模型进去，它不是只有里面靠程式去找到你故障在哪里，然后告诉你去修，不是，它是同时掌握了程式，可以知道你的坏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它的机器人就去你那个故障的地方去修，等于说呢，它不但修里面的程式，它外面的故障也修。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内外都修，就是你不是只有程序的部分。说未来它的整个工业会整个大爆炸，科技必然大爆炸。我不是说美国不行，我们现在讲中国，说中国未来的工业能力跟它科技能力必然大爆炸。在年初的时候，在DeepSeek出来的时候，我们跟各位去讲过，DeepSeek必然用于所有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所有各方面里面，哪怕是在延伸出来的模型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现在把引用到工业里面就差很多。但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已经跟老师讲说，老师你错了，说你小粉红你还不信，是不是 ？DeepSeek 它的使用率啊，从年初掉到现在已经惨不忍睹了。所以说啊，DeepSeek 被人家弃用，DeepSeek 没有你说那么强，你就是一个小粉红啊！我再跟各位去说明一件事情，你不懂 AI，为什么？因为 DeepSeek 这个东西，大模型这个东西啊，它跟其他过去在 GPT 的大模型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是免费开源的，免费开源状况之下，它有2种选择的空间。第一个啊，像老师我自己写 AI 平台，我自己用了，我不会放出给大家用，专门服务我的，我就写完了，很好用。它就是说呢。API， 你就是跟它连线以后，它就帮你运算，然后告诉你结果。你提出问题，它告诉你结果。这是一个方法。然后说这个可以看到使用率，或是你在它官方网站去用，那是使用率。但是它第2种才是用量最高的，就是它直接让你把 DeepSeek 的模型直接下载。你烂一点的电脑用3B 的，好一点的电脑用8B 的，那你这后面你用到最高阶的，你可能要高端伺服器才能够运行。但是你以为下载回来的少吗？非常非常之多。各行各业都会把模型下载回去，自己建立机房，甚至租用阿里云或者是 AWS 那个亚马逊 AWS 来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模型机房，然后把它改成其他名字，来专门为自己服务。因为只有我陈老师会想到，我用一个 AI 模型来服务我自己吗？没有。他们都会有，这样包含了法律，包含了一些大型的事务所，还有一些工业设备，还有一些各行各业，其实都是各行各业。他会把模型下载回去，然后自己养它出来，变成自己所适合的东西。其实各位如果是在录版抖音，你看到有一些的随身的秘书，他就放个小小的，对不对？他就可以帮你解释里面有 WiFi， 他可以帮你问他什么，他就打你什么。是不是不用手机，就是外面分离出来的叫电子情人或是电子秘书都可以帮你达到，这就是模型训练出来的结果。而且它那些东西用出来顶多只有8B 也不到大概就是我看大概4B 吧，4B 还是8B应该不会很高，就可以处理我们一般人绝大部分的一个事物。所以说，DeepSeek 它的使用率降低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需要它的人，真的把它变现的人，就已经把它下载回来，变成自己的模型，在各行各业去运用，自然而然不用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然后挑了个时间问2句话，他就说那个伺服器忙碌的问题去面对了。说开源之后，对中国整个的经济生态还有科技生态会进行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是在这个地方会去出现。这个地方会去出现很大的转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它的工业互联网大会，中国已经把它印到工业里面的时候，那么它所有的制程，包含晶片的研发，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碳基的一些半导体的技术，它不一定是要用现在我们台湾说的矽晶，让他们称为硅基。他们去做，他们用了新材料去做的时候，那么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另外一回事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不是只有 DeepSeek， 如果你觉得只有 DeepSeek， 那么你就把腾讯元宝，还有抖音豆包，甚至阿里云的它的一个通义千问，还有百度的文心，你就把它例外了，因为他们即使是核心是使用DeepSeek 去做，但是他们重新训练之后，又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叠床架屋那是最快的。我刚才讲到这些公司不缺硬体设备，他们就是有钱。你觉得他还需要去跟政府融资或者补贴才能去做吗？自己就干起来了，自己就干起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需要各位去理解他们甚至是把他们的机器人跟虚拟就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已经是势不可挡了。所以包含他们现在的所谓他们国家去投资的这个基金啊，会让华为海思的7奈米升腾系列的自动驾驶晶片已经实现了他们可以自产自销，而且运用在广泛的在他们自动驾驶上面，这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去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改变它会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看到旧工业时代跟新工业时代的工业 3.0 的转变，这个绝对跟各位保证，我们都在见识历史。而这个事情发生多久呢？一般来讲它是以一个世代为主，就是20年的时间。那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很快，我们只要缩短成5到10年，你就已经见证到一整个世代一整个生活模式都改变。你说手机呢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改变？不尽然，它是一个过程加速剂，但是真正改变的其实是 AI， 你才能从旧工业时代到新工业时代，你整个的游戏规则都会推翻，都会变成为我们无法去相信的发展的一个模式这个各位一定要去理解你现在如果不懂 AI， 那你也要去懂你的社会性技能。所以老师一直不断的去跟各位讲，AI 跟社会性技能你总得都学，但是小孩子都是选择，你最好2个都会，别人不好取代的。那么你才有办法去做。你以为你懂 AI 就是说明天天气如何，或者是说你这什么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叫做会用 AI 吗？
不，你想太多了，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你不但想太多，好像觉得自己会，并不是。如果它 AI 不能够让你知道这个地方可以挣钱，那么你就不会 AI。懂老师讲的意思哈？你要会 AI 的前提就是我懂得怎么用 AI 赚钱，它能够为我达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赚钱，这有商机。你告诉我，你这个，而且你自己可以做出来，这叫你会懂 AI。所以我跟金老师一直在想办法，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课程，就是你要懂得我这个东西可以挣钱的，我不是学了之后啊，我好棒棒，以后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会懂 AI，那干嘛呢？我要的是你自己懂 AI，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我就已经可以把它变现，那这个 OK。各个东西啊，各位你要去理解哈，不只是 AI 的语言模型、绘图模型，甚至动画模型，就包含中国现在在抖音旗下的吧，它的扣子工作流，这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当红炸子鸡。工作流这个事情，它可以把你所有的工作流程，他们工作流的意思就是把你所有工作流程，只要有一个把建立了很多的不同的分组，那么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下一个指令，后面所有东西就会按照你设定的所有一切可程式化帮你形容出来，也包含了老师要做短视频、说故事、说一些绘画、AI 产图，刚刚讲到所有的工具，它都可以在一个工作流里面，你把它设定好。框列列的，然后他告诉你要怎么去做，你要的制程是这样，它就可以变出来了。就像你自己做一个类似像那个晶片一样啊，你就有一个循环，一进去就是出来结果，猪肉进去，香肠出来，这样懂不懂？要明白了吧？猪肉进去，香肠出来的意味存在。但这个东西你目前在美国有，在欧洲有，台湾没有人用。你懂我意思吗？台湾没有人用。工作流这个东西，我们既然还在想大罢免柯文哲什么时候出来，但是对岸已经有工作流了，这完完全全会把我们打到一个七荤八素。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讲下去，不然我时间不够了。所以说，我们发现到像这个中国是可以，但是美国行不行呢？美国也是行的不要说我都在吹中国多强多强，美国行不行呢？美国是行的。比如说，我们 OpenAI 就 ChatGPT 的母公司，它已经跟博通合作，要去自研晶片。它预计也就在明年2026年开始量产，要降低对英伟达 GPU 的一个依赖。也就是说呢，我要怎么算，由我自己决定怎么算，我不要等你的东西给我，我才能开始算。我要自产自销，他们走的也是中国的模式，也就是说能够自产自销，那么我的算力才能够不断的扩大。所以说 OpenAI 他们也在积极的去求变，因为他现在推出的 GPT-5就是非常优秀。过去我们看到那个 OpenAI 它的绘画就是那个 Dall-E Dall-E 画起来的东西实在是尊重它，真的是不咋地。但是呢 GPT 它自己做出来另外一个绘图风之后，现在你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或在那个 Threads 上面，很多广告它都是用这个 ChatGPT 的图案去做的，对不对？包括来都来了这些广告都是他去做的。所以说 OpenAI 他们也是被 DeepSeek 逼到墙角。去年他这个时候还是怎么独步天下，今年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在努力求生。要不是因为美国、欧洲去抵制 DeepSeek， 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你以为他们抵制 DeepSeek 只是为了什么网络安全吗？不是，他们抵制 DeepSeek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能让把欧洲跟美国他们自己的科技扼杀在摇篮里面，因为你要跟他竞争太难了。说美国他现在本身的政治是很烂是没有错，但是他们的百姓跟他们的一些智慧还是很高。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比如说伽马或者是一些什么做音乐的很厉害的东西，基本上你还是美国的软体公司能够做到的事情。而第二个方面呢他们也在防中国，比如是说现在在全世界 AI 最强的是克劳德他的母公司就禁止中国控股公司去使用他们的 AI 服务，就是它的编程服务是不能去用的当然它编程的它这个编码的一个功夫其实是真的很不错但是呢，它既然是要防同行跟防贼一样的话，那么它现在是禁止中国去做。那这样的状况之下，难道美国还没有其他的更优势的地方吗？也有包含的是美军现在已经成功的去演示了他们卫星跟飞机之间他们的高速的雷射通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飞机在飞的时候可以跟卫星直接去做连线。那这个当然未来他们一定飞机是可以，那么未来无人机也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明白的知道，美国的军方他们就要的是什么呢？拿这个马斯克的卫星低轨道卫星，直接掌握全世界美军他们无人机的攻击动向。就懂老师意思吗？美军强不强？强。我们不要说过强了美军就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优点，我们才能评判出来他的未来发展权在哪里。所以是说，当美国去研发了卫星跟飞机之间的雷射通信，可以去实现的低调包，然后又可以稳定通讯的时候，那么请问一下，一个低轨道卫星，它可不可以控制2000台无人机？那是不是就有这概率了？因为它可以
给全世界的人，你只要买这个设备，你就可以接收卫星讯号。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够用到无人机上面去攻击敌人呢？而且你还不会被破译，对不对？因为它是用激光、用镭射去通讯的。那么别人怎么破译？没办法，你也不能够去盗，你就只能用它的这个系统去控制。那它的安全性是不是很高？那别人是也不知道你的无人机什么时候来攻击。所以美国是不是强？科技依然是强，只是它的政治的领导人很糟糕，但是不代表美国它没有坚强的科技基础，它的科技目前还是最强大的，此时此刻还是最强大的，只是中国追起来速度太快，快到是说它不往前跑，它就会被吞没啊，就是说它现在还是很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它政府很烂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美国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是远低于预期的。当然，特朗普希望看到这些，因为他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去怎么样，去让他去降息。那失业率也攀登到4.3%啊，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包含了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这特朗普啊，他也把什么他的关税收过来了几千亿啊，打算去补贴了谁？补贴了美国的农民。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不跟美国的一些大豆啊、玉米啊、小麦啊去购买，所以说他必须要拿来的钱去补贴这些红脖子的州跟这些农民。那这个有没有用？这个是有用的，这个其实是有用的，因为他拿到补贴最重要，他只要不倒，他就会继续支持特朗普，就这么简单啊！你国家有办法出手，他们当然继续忠于国家嘛。对不对？他们不需要有怎么远大的立场，他们就希望他能够活下去。每一个的百姓都是这样，我只要能活下去，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不要跟我讲世界观或者世界进步怎么样，我他妈就懂了种田。我种田的人，我只要有能够把东西卖出去，我贷款能付，我小孩能吃饱，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对不对？所以他拿关税去补贴，能不能过这一关？我告诉你，可以。我很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虽然说什么大豆烂在田里呀、什么车厘子烂在树上啊，我告诉你，补贴一到，它一样可以收下来，收下来只是做成罐头而已，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美国没有这些农业的处理设备吗？多了去了，它的农业处理设备是全世界首屈一指，中国的目前为止都赶不上的地步。我不能说明后年，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它是顶不过的。既然顶不过，它自然有他们储存他们这些大豆或者是这些小麦或者是这些樱桃的处理方法，哪怕变成罐头，它都可以，只是价格低了一点而已。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看那些泛蓝的媒体就说好像都没有办法，不可能。他们有的是办法去处理，小的可能会倒，但是大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中国不是100%，他们只有30%是卖给中国，少了中国，他可能这个利润点跟杠杆做不起来，他们就会亏本，亏本不代表要命啊，亏本不代表要命，只是你没办法挣钱，然后你真的是亏本了，你真的是熬得很痛苦，但是你就有补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整个世界上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只看一个方面，那我们要看个多方面、多维度跟多轨道的地方去看。好，那现在我们来继续讲一件事情啊，各位借5分钟就好，这个事情5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好不好？有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石破茂。好，在这个日本啊，他的石破茂啊，他现在就准备要去，他其实辞了他们的一个那个首相之位啊，那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命盘。那过去啊，我们在石破茂上台之前呢，老师已经跟各位讲过了，石破茂是一个特例，就是呢，他就被大家选到一个最没有威胁性的人啊，他来去做，但是他不能说他是最短的，因为菅义伟才是最短，我记得菅义伟是最短的。那你现在石破茂，我已经当时跟各位讲，他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他的百姓，也没有能力去从政。那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在于关税战。所以说他领导的这个自民党啊，基本上选举选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之难看。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经济并不好。如果你经济如果并不好的状况之下，那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你政治的优势？那只能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啊，你先明哲保分，你自己辞的那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他的2024年10月份众议院选举已经失去过半了，那今年你的这个关税的立场又被美国压着打，说你基本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控了，是说你的参众两院哦，你可以去维持它的一个稳定，那么你再待下去，你只会越来越难看，因为关税的问题，石破茂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能力啊，从他的盘里面来看啊，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我们看到是明年呢，它又是所谓的这个赤马年，那赤马年对他来讲呢，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太岁的跟他之间是产生了刑克，所以说影响起来啊，它变成是说他会在这个任上啊，就是燃烧殆尽，然后到自己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完完全全的会以很丑陋的状况去毕业。那不如他现在就退下来，他还可以保留最后一次的体面。
当然了，在这个8月底之前呢，11个自民党部的支部啊，他也要求石破茂下台，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他真的是只能现在去退啊，对他来讲是最好的选择。而至于未来是不是有其他人，比如说你那个什么茂木敏充啊，或是高市早苗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会出来竞选？那个等他有明确出来的时候，我再去讲。我们只能说啊，日本现在的状况啊，不会比老师所预测的更好。他的所有的国运跟他所有的经济啊，你只能往下走，你没有前进的空间，你也没有上升的空间。为什么呢？我们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成功是基于美军驻扎在他的国家内。由美军去驻扎在日本的国土上，所以是说，日本它就可以一门心思的跟美国搞关系，然后呢把他们经济发展起来。而在80年代的时候啊，各位都知道，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对不对？眼睛张开就是挣钱，一挣就是几千万，是不是完全的黄金年代？那捧杀之后呢，这是广场协议捧杀之后呢，就落入了消失的30年。但是他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呢？难道他不能够做其他的生意或是其他努力吗？恰巧也是因为美军在他的土地上面，所以是说他没有政治上跟外交上的自由。各位你要懂老师的意思，他就是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就变成需要美国的同意，因为美军在他的国家里面。这个就是他没办法进步的原因。那韩国是不是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日本跟韩国啊，各位，我们虽然不见得喜欢他们，你可以喜欢日本，你也可以喜欢韩国，但是我们要知道，日本跟韩国的人才啊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百姓也非常非常的团结，他们的智慧跟他们想象力跟创造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强大，所以说美军一定要把军队放在他们的国土上面，他才能够压制他。所以说，人家把枪跟士兵放在你家，请问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么巧的状况之下，台湾有没有美军驻扎呢？有。各位，你要不要忘记了在蒋经国时代，美军是驻台的，所以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反攻大陆。各位，如果你真的去细细研究，蒋介石在退守在台湾之后，他为什么没办法反攻大陆？不是所谓的大陆百姓万众一心，也不是什么状况，就是因为美军他也在台湾，你要反攻大陆，你得美军同意，美军不同意，对不起，你不行的。那老师有一些秘辛啊，其实反正现在那些人也我不知道，没联系也不知道。当时的蒋介石的确是有想反攻大陆，而且呢，在台湾这些所谓的敢死队，这些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都已经签了生死状了，遗书也写好了，准备出发了。但是很简单，美军不同意，所以说反攻没有成功。在中国那个时候刚统一全中国，那个共产党刚统一全中国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愿意臣服的都不是每个人愿意臣服的。你要去造反，结合缅甸那边打回去，或者云南那边打回去，那个概率是有的你不要跟我讲没有，那是有的当然你可能如果你是在内地的同胞，你会觉得是说没有我们非常强大，那是因为你的媒体、你的教育让你觉得你很强大，大家都万众一心，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说那台湾不能反攻大陆就很简单，美军驻台，所以说不行。那到最后台湾已经无力反攻了，美军就撤台了，对不对？你台湾没力反攻了，你美军不撤台了，你连联合国都被拔掉了，你没有政治的力量，你也没有军事力量了，你凭什么反攻大陆了？所以美军就撤台，就这么简单。历史摆在这边，我们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回去一翻，甚至你去问 AI， 问 ChatGPT 都行。你不相信 DeepSeek 可以，你问 DeepSeek， 你不用问 ChatGPT 就可以了，你问克劳德也可以，都会有历史跟你去慢慢的去佐证。你可以提出你很多假说，就问他，如果是这样或是那样怎么样，他都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又怎么去分析？那对他讲的对不对？很简单，不一定是对的，他还是会错的。那你就是靠你的智慧来去了解你的历史观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老师一直跟各位去讲，你一定要有中立的思想。当你没有了自我的意识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吗？好，不好意思跟各位多占用了5分钟的时间了。那还是一句话那个我们在过2周吧，老师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的这个2025年的秋季的五方草原补运大法会还是必须在10月份办啊。虽然刚刚结束我们9月的，那是因为闰月，那没办法。说10月份我们还是要办补运啊，那个时候希望各位能够参加啊，无论参加老师的或是你自己信任的庙宇都可以啊，不是立刻参加我这边，我好像天下无敌，没有，我可以做啊，你也可以找别人做，好不好？那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希望各位啊，你如果有心去参加社会性技能的，你不妨考虑我一下。我也需要更多的门生嘛，对不对？我从门生里面找出可以接班的人嘛，是不是？我又没儿子，对不对？我没生儿子，女儿教，那各位也都教。我要让老祖宗都的智慧留下去，是不是？我也老了，我头发基本上都是白的。你看到我头发是黑的，全部是染的。我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我都是染的，而且天然白发啊，我这都是染的，全都是染的。我很希望啊，能够很多人越多人跟老师学习，然后呢，把我的所有的技能啊都传下去。那风水是一个，当然八字，我希望呢，你如果是在真的有心在这个行业，或是你需要求进，让你自己更加进步的，我比较建议啊，那个八字学一学会比较好，因为八字学到了很多事情在人生上面啊，不是只有算命赚那个几个香火钱，然后几个那个算命钱，而是你看世界的眼光也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乾坤门教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做法也比较不一样，能够看到世界的真理也就不一样。或许你就是下一个比我更强10倍的这个那个什么世界中心、影响力中心，也有这个可能，好吗？我需要把我们的一些技术、思想、思维啊，跟它传递出去。当然，你不想学这个也没事啊，你就要学其他的社会性技能。记得你的社会性技能一定要是服务老百姓的，你不要去想。我这个技能去找工作没有问题，你就完蛋了。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学的社会经济呢，如果是为了你以后找工作的，你就完蛋了哦，完蛋了，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工厂都用 AI 了，你去学什么东西让老板要用你？你除了服务老百姓之外，你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你的社会技能不要去找一些高尚大的哦，高尚大，除非你本来就是北大、清华、哈佛、牛津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请你学习社会技能，不要说啊，我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我学这个，我他妈的拖孔乙己哦，长沙我拖不下，那你后来就饿死了。不要以为你博士不会被取代，博士你也会被取代，多了去了。博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只是比陈老师厉害10000倍而已，是不是？但是当你在一些乱世的时候，或是你在 AI 会取代你的时候，你能够让百姓愿意给你钱，请你服务，让他维持他的生活或者帮助他，那么你才是对社会有价值的。记得我们整个社会，老师从2019年都讲了钱的本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快7年了哦。一直跟各位讲，我们所有的一切人跟人的社会建立在我跟你之间的互助。不是公司跟公司的，是我跟你之间的互助。你会认为公司跟公司的或公司对百姓的，那是你被资本论所洗脑了。真正社会的聚集在一起，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因为我跟你有关系，我负责耕地，你负责织衣，这个才叫做人间的社会。政府的原来就是说，你有人欺负我了，你们给我一点钱，让我养这些士兵啊，这些打手，我来帮你主持正义。说他的工作就是主持正义。那主持正义完之后，你还要抵御外族。这我们在过去钱的本质已经讲出来，怎么样形成这个资本啊？不用去翻去看了，我觉得那时候品质不大好，人家看我有点害羞。所以你要去理解啊，社会性技能一定是服务老百姓，这个是优选，好吧？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下周我们持续更新。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应该不会有人跟我抢沙发，所以我这边先直播了。好了，拜拜。